王宝强的那个事儿，大家刷到没有？就是王宝强百花奖得了一个0票，演了一辈子的电影了，我想他从来都没有觉得如此羞辱过吧。昨天百花奖最佳男主角的颁奖典礼投票的时候，易烊千玺以领先梁家辉5票的优势拿到了最佳男主角，但是现场让人意外的是，王宝强居然是0票。你没有听错，你也没有看错，0票。王宝强演了无数的电影和电视剧了吧？按照常人的心态理解这件事情应该怎么理解？这一次应该是一场狠狠的羞辱。我第一次认识王宝强是一个深刻的电视剧里面叫做《士兵突击》，后来他演电影，从人道囧途到哈喽树先生，再到一个人的武林，其实他每一个角色都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体验，他的演技是得到观众认可的。但是这一次的百花奖真的是一个大大的意外吗？居然是以0票垫底，哪怕它不是0票，随便有个1、2票，大家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反应。OK， 那么到这里，我想问一下我的粉丝朋友们，你们怎么看待这件事情？一个当年能够扛起36亿票房的演员，最后在最佳男主角的评选里面拿了0票，这个0票到底意味着什么？是不是意味着王宝强他就不会演戏了呀？是不是意味着他以前演过的许三多、素先生，包括那么多在观众里面留下印象深刻的角色就不值一提了呢？那如果不能，那我想请问这个0票到底说明了什么？大家可以把你的答案打在评论区，我们相互分享一下大家的看法和智慧。我知道很多人看到这个结果以后，第一反应就是替王宝强觉得不值，甚至有人会说这个圈子就是这么现实，你不被认可，你再努力，他也是0票。但是今天我想说的是，朋友们，我们不要急着去下这个结论，因为我们没有证据去证明王宝强拿到这个0票就是因为所谓的圈子不接纳他，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101位评委为什么没有把票投给他，我们更不知道每一位评委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，所以不知道的事我们今天就不乱说。当然也有很多人说票房高它不代表就演技好吗？曾经36亿的票房又不是王宝强一个人的功劳，这句话说的也没错，当然也有道理。一部电影能够拿到36亿的票房，是导演、编剧、演员、宣传、档期包括整个团队一起努力的结果。票房高它不代表王宝强就一定应该拿到影帝。当然易烊千玺能够拿到这一次最佳的男主角，也是因为评委对他表演的认可，我们没有必要去为了证明王宝强好就去否定另一个演员不好，对不对？可是问题是什么，朋友们？问题是36亿的票房不能证明王宝强就一定能够拿影帝，同样的道理，0票也不能证明王宝强就不会演戏啊，这能是一回事吗？所以朋友们，这个事件真正值得我们讨论的是什么？真正值得我们讨论的不是王宝强和易烊千玺到底谁更会演戏，也不是这个奖项到底公不公平，因为经常看我视频的朋友们都知道，能够明白这个世界上没有公平可言，真正的公平是建立在一定的基础之上的。如果我们带着公平的思维去思考这个问题，那么抱歉，你可能平时生活处理问题的思维维度还需要提高一些。我个人认为这件事情值得我们真正思考的是，一个人拿了0票，是不是就等于他的人生拿了0分呢？今天给大家分享一种高维的思维，就是如何来判断这个事儿。我们要学会把事实、把解释、把定义分开。王宝强在这一次评选里面拿了0票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事实。他为什么拿0票？是因为这一次的角色不够好，还是竞争对手表演太突出，又或者是其他的什么原因？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解释。至于王宝强到底是不是一个好演员，他有没有演技，在电影行业里面有没有价值，这个才叫对一个人的整体判断。可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有很多人他们是怎么干的呢？大部分的人，我敢说看到一个事实马上就给出一个解释，然后通过这个解释就给这个人的人生下了定义。拿了奖马上就封神，就觉得这个人做什么都是对的；拿了0票马上就全盘否定，就觉得这个人过去所有的努力都是假的。你们不觉得这样的思维很可笑吗？这就好比一个人做生意成功了，身边的人都说他有眼光、有能力、有格局，所以他说的每一句话别人都觉得有道理。可是等到有一天他生意失败了，又会怎么样呢？同样的一群人马上会告诉你，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他不行，他这个人根本就没有什么本事，以前只是运气好而已。大家发现没有？人还是那帮人，人还是那个人，但是结果变了，别人对他的定义也就全部变了。所以不好意思朋友们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人性。你要看懂这个东西，你才能把你自己的人生过好。很多人没有耐心去了解一个复杂的人，也没有耐心去了解一件完整事情的因果，他只想通过一个结果迅速的给你贴上标签。你赢了你就是有能力，你输了你就是没本事。你有钱的时候你说话就叫做格局，你没钱的时候你说同样的话，别人就觉得你在吹牛逼。可是亲爱的粉丝朋友们，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这么简单。一个人可以在一件事情上做得不好，但是他不一定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。一个人可以在一个平台上没有被认可，但是他不一定在别的地方就没有价值。一个结果它可能是真的，但是我们根据这个结果得出来的结论不一定是真的。
我认为这个道理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真的特别重要。你在公司里辛辛苦苦干了1年，最后评出先进的时候没有你，这个结果是不是真的？结果是真的，但是它不能证明你在这1年里面的工作就没有价值，它不能。你做出的业绩最后升职加薪却不是你，这个结果是不是真的？也是真的。但是它能不能证明你这辈子都永远没有能力当一个管理者吗？也不能。你做了一次生意，你失败了，过去赚的钱都亏进去了，这个失败是不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但是它能不能证明你这个人一辈子就是一个失败者呢？它不能。还有我们的孩子考试也是一样，拿着60、70分的卷子回到家里，有些父母上来就是一句：你怎么那么笨？你这辈子还能有什么出息？孩子的一次考试没考好，这是不是事实？这是事实。但是你凭什么拿着一张卷子就把这个孩子的一辈子全部给定义了呢？你的爱人做错了一次选择，生意失败了，工作丢了，你可以跟他一起复盘，也可以指出他哪里错了，但是你不能天天指责他说你是一个没本事的人，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。能不能听懂我在说什么？你批评的到底是他这一次做错的事情，还是你要把他整个人踩在地上，让他永远站不起来呢？能不能听懂我在说什么？来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所以很多时候真正伤害一个人，可能还不只是那么一次失败，而是身边人拿着这一次的失败给他贴上了一个永远撕不掉的标签。还有更可怕的是什么？更可怕的是，很多人说多了以后，说着说着你自己都信了。公司这一次没有选择你，你就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没有能力啊？一段感情没有走到最后，你就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值得被爱了。做了一次生意失败了，你就开始告诉自己，我这辈子可能也就这样了。生活明明只是在一件事情上给了你0票，最后你却转过头来亲手给你自己整个人生判了一个0分。这才是我今天要讲的人生当中最可惜的地方。我为什么看到王宝强这个0票会有一些感触？因为我自己在做生意的时候也有经历过这样的变化。生意好的时候身边很热闹，很多人愿意认识你，也愿意听你讲话，那个时候你随便讲句什么样的话，别人都觉得你有智慧有格局。后来生意失败了，车子房子都卖了，身上欠了一屁股的债，有些人慢慢他就不见了。如果那个时候我拿别人对我的态度来定义我自己，那我最后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，就是老陈这个人你真的不行了，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。可是后来我才明白，生意失败只能证明我那一次生意的失败，它可以证明我过去的判断有问题，可以证明我的能力风险意识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反省，这些东西是不是事实？是事实，我都要认，但是它不能证明我从此就没有了能力，更不能证明我这辈子也站不起来了。能不能听懂我在说什么？亲爱的粉丝朋友们，我可以承认这一次我输了，但是我不能因为输一次而告诉我自己，我这个人天生就是一个失败者。这2句话看上去好像只差了几个字，但最后得出来的却是2种完全不一样的人生。我这一次失败了，但是我还会复盘，我会学习，我会想着接下来怎么样重新站起来。可是如果你想的是我这个人就是一个失败者，你就会发现你连站起来的理由都没有了。这就是一个反省自己和否定自己的区别。我知道我讲到这里肯定会有人会断章取义，他们会说，按照你这么说，别人评价我就可以不听了，反正我永远相信我自己就好了，这不就是自我安慰吗？朋友，当然不是。我希望大家能够把更高级的智慧听得更深一点。高维思维从来都不是拒绝评价，更不是自己明明有问题还天天告诉自己是别人不懂我。我这么说吧，如果一个人说你不会合作，很有可能是你们2个人的立场不同。但是如果你换了3、4家公司，所有人都说你不会合作，那你就不能继续骗你自己说全世界都在嫉妒你。如果你做一次生意失败了，可能是环境时机或者是运气的问题，但是如果你每一次都在同一个地方摔倒，每一次你都不复盘，还把责任推给别人，那就不是别人看不见你的价值，而是你自己根本不愿意面对的问题。所以真正的清醒是什么？真正的清醒既不是拿着这个0票把自己彻底否定，也不是把0票当空气觉得自己永远没有问题，而是我们要看明白这个评价到底说中了我们的哪一部分，又有哪些东西它根本就没有资格定义。该听的我认真听，该改的我必须改，但是不属于这次评价的真实的事实权利我也不会交出去。这个就叫做评价有边界。道德经里面讲，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别人怎么看你当然值得参考，但是如果你这辈子只通过别人的掌声、票数和态度你才能知道自己有没有价值，那你就活得太被动了。别人夸你2句你就觉得自己无所不能，别人给了你一个0分你马上就觉得自己一文不值，那你这辈子到底是在为自己而活，还是一直活在别人的评分系统里？所以我想说的是，真正的自知不是觉得自己永远正确，也不是盲目的相信你自己有多了不起。真正的自知是我知道自己哪里不够，也知道自己不只是这些不够。我接受别人指出我的问题，但是我不接受别人用一个问题把我整个人的人生全部定义。所以同样的道理，
我们也不能轻易的用一次结果去定义别人。你的孩子一次考试没考好，不代表他没有未来；你的爱人一次生意失败，不代表他这辈子就没本事了；你的员工一个项目没做好，不代表这个人什么事都做不好。人是会变的，人是会成长的，所以多看看我的视频，多长长脑子，多拥有一些智慧挺好。再回到刚才王宝强那个事情来说，零票到底公不公平？其实每个人他心里都有自己的答案，但是我想说的是，一个奖杯可以决定今天晚上谁赢了，却决定不了其他人的人生就输了。王宝强曾经演过的角色，曾经带给观众的感动，不会因为大屏幕上这个零就完全消失。所以同样的道理，你曾经认真做过的事情，你承担过的责任，你熬过去的那些日子，包括你重新站起来的能力，也不会因为某一次没有被选中就全部归零。别人可以评价你，可以选择你，也可以不给你投票，这是别人的权利，但是你不能因为别人给你一个零，就真的把你自己整个人生活成了零。我们可以接受一次评价，但是我们不能接受一次定义。你可以说我输了一次，但是千万不要说我这辈子就是一个失败者。这才是一个成年人面对生活应该拥有的高维智慧。OK， 朋友们，今天就讲这么多吧。讲不讲得对，因人而异，听不听得懂，在你自己。朋友，明天见。